早上好。怎么了这是？嗯？谁啊？罗丁老师。你老大出去了一趟，回来的时候比走的时候脸色还难看。哎，你躲着点啊！拦都拦不住。哼，你知道人家什么关系啊？你的意思是，昨天黛西去了罗宾家？那黛西去了罗宾家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不信你问呢。我们的上班时间是几点？我去见客户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跟您说过我要去见于先生，他非常乐意接受条件，所以他打算和他的外甥女签和解书了。你从哪里知道顾杰要挖光蕊？我同学啊。什么同学？我大学同学啊。王丽是他的老师，王丽跟顾杰现在是合伙人。那这件事情你昨天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昨天我没觉得这个很重要啊。不管你觉得重要不重要，你都应该把你知道的全部都告诉我。何塞要把范小天炒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炒掉的人需要我来接收吗？不是，丽娜姐，她不是这个。你闭嘴！你是我的助理，你是协助我工作的，而不是告诉我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现在请你出去，去搞清楚你这个同学的老师到底做过什么案子，跟光瑞是什么关系。去啊！你不应该把气都撒在黛西身上。那撒谁身上？如果他昨天告诉我，我今天在光瑞面前就不会这么被动。师傅，我们先去趟望京吧。好。你跟我的门有仇吗？什么重要的事儿，不能明天再说吗？我记得您曾经教导过我，不管重要不重要，我只要知道什么，我全都要告诉你。喝的不少啊。是有人要挖你吗？对，不止挖我，而且还挖了范小天董静、毛燕、郑芒。看来瞄准的不只是我们的客户。顾杰瞄准我们的人，而王丽瞄准我们的客户，他们绝对是有分工的。王丽，就是我之前跟您说的，我那大学同学，以前律所那老师。你说的这个王丽，是不是一个木字边加一个乐？对，您认识他吗？您该不会跟他有过节吧？啊？他追过一个我认识的女生。丽娜？不是。那蓝红？也不是。那他肯定是追过一个女生，但是那个女生喜欢你，所以他就没有追上。你太庸俗了。那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王丽，之前跟我是高校网球队的。她追过罗琦，但罗琦最终喜欢上了季玉。然后季玉又是您最好的朋友。哇塞！你们这都什么缘分啊！我巧合吧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那为什么我今天下午在办公室跟您说到他的时候，您并不知道他是谁？因为你并没有跟我说这个丽是一个木字边加一个乐。那都不重要。八卦时间结束，我们要制定战斗计划。对，战斗，战斗，我们一定要开启客户保卫战。收一下制装费。制装？如果我要说战袍，你是不是就能理解了呢？战袍？我们的企业客户一份合同动辄几十亿、上百亿。我懂了。你是不是要带我去？是的。
但是我不想让别人说我是一个特别苛刻的老板。自己的手下牛仔裤都破了洞了，都买不起一条新的。我这是休闲的时候穿的，我上班的时候不会穿。哎，老板，我前2天在唯品会上看中了几身战袍，折扣挺大的呢。你要不一起给我报了吧？不要得寸进尺。啊。你的客户谈得怎么样？马不停蹄晃了一圈，基本上按中。光瑞呢？正在联系中，那就是还没搞定。会搞定。我接电话。喂，我是。嗨。哎，大家人呢？走了呀？去哪儿了？明知故问啊！真的都走了？老大，你的助理呢？我把他给炒掉了。你把他全送给了顾杰。这不过是一个助理而已。高峰呢？高峰本来就是顾杰的人啊。毛岩、董进还有郑芒呢？不，您怎么了？我今天刚刚接到人力资源的电话，说是这几天不断的有人往他部门里送辞职报告。照这个速度，我们的助理都没了。我们可以上猎聘，再找几个更优秀的。更优秀的？您就因为走几个助理，您跟我捶桌子啊？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，你把他送给顾杰了，给叛军送了这么大一个开野花篮。这不是我送的，是他们自己要走的。你自己要反思。黛西为什么没缺？您是说我在帮着顾杰挖我们全景的人？我警告你，如果你继续做损害全景的事儿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你赶出去。光瑞联系上没有？他一直不接我电话，那就继续联系。我会一直给他发短信、发微信、发邮件，直到我联系上他为止。我知道为什么光瑞和王丽打得火热，但是不接您电话，不回您邮件了。为什么？我刚刚看到一条财经新闻，说重点。千度的总裁，他接受了一个采访，在采访的时候，他说到，如果我们要占领未来市场，那么光瑞的大数据还有我们的搜索排名，简直是天作之合。王丽不是千度的律师。如果他刚巧是呢，那他会不会用这个身份去接近光瑞，而光瑞会不会因此而动心？那就是天上掉馅饼。所以呀，我们现在就应该要找到更大的馅饼才行。我们找不到。您没找呢，怎么就知道找不到？我不是在指导您工作啊，这是您之前教我的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王丽说你们有矛盾，怕你宋青年搞事情。
但是王丽她并不是千度的律师，也不是他的法律顾问啊。他有一个朋友呢，是一个基金的代理人，这个基金控股千度，所以说这是天作之合。你是想说服我放弃？不，我觉得你应该接受。我希望你能理解。如果我要接受的话，必须同时接受王丽做我的法律顾问。那当然，毕竟他的朋友控股千度。谢谢老毕，不客气。那咱们以后还是朋友。当然是朋友。我有一个小疑问，你说，王丽她为什么要拿那么大的馅饼去砸你呢？他说他喜欢成人之美。光瑞，这件事情不管最终怎么样，咱们俩这么多年朋友，这么多年哥们儿，如果说你相信我，你是不是可以？你想看我跟王丽的协议？万一不是馅饼，是陷阱，多加一个小心，总没坏处。您是为了拿到合同，所以才以退为进的吗？为什么你就不能把我往好处想？我这就是把您往好处想啊，因为我知道您内心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天上掉馅饼这回事儿。没错，我确实不相信，确实不相信他们可以给出光瑞这么好的条件。所以说，我们必须尽快查清楚，这里面到底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哎呀，我印象里你很少喝酒啊。对，我很少喝。你喝点酒吗？你是约我来喝酒的。柠檬水，谢谢。谢谢。你把我们精心培养的助理都给挑走了？没有都挑走，只挑了一些最优秀的。那你为什么只挑士兵，不挑培养他们的将军呢？因为士兵比较年轻，将军更有经验。拳怕少壮。你是在拒绝我？我了解你。什么意思？你会把你的客户从全景带过来给我们吗？不会。你如果不带客户过来，我没有办法让你直接成为高级合伙人。为什么？你知道我的能力。我要说服王丽，王丽带了她的客户来给我们。如果你两手空空来了就直接晋升为高级合伙人，对王丽不公平。封印不会答应的。封印根本就是在利用你，他在拿你平衡罗宾。我们非常欢迎你的加入，但是你至少要带一个客户进来。但如果我必须得带客户到你们律所，你才可以让我做高级合伙人的话，那么我为什么要去你们律所呢？我可以去任何律所，任何律所都会让我做高级合伙人，甚至可以让我去进管理委员会。我可以建议你去龙科跟廖佳敏并肩作战。封印会怎么想呢？一个是他的旧部，一个是他的前未婚妻。来，什么事儿，老大？我今儿一上班看到了这个什么东西？何塞的辞职信，辞职理由呢？个人原因。我要是他，我就说，因为我把我的助理赶跑了，我深感愧疚，引咎辞职。我确实因为这事儿向他吼了一通，
您的意思是说让我去找他，跟他解释，您并不是想把他赶走，只是打是亲，骂是爱。我向他嚷嚷啊，是想让他换位思考一下。你看他今天骂这个，明天骂那个，我要让他尝尝他被骂的感觉。老大，您太厉害了，我就这么跟他说。好。果不其然，王丽给光瑞挖了好大一个坑，光瑞会被骗得很惨的。你一夜之间就读完了 MBA， 我有一个优点，自知之明，不懂就问。所以你问了何塞。对，我记得以前小天跟我说过，千度最早是何塞老师的客户，所以我想何塞老师应该会比较了解。咱们3年前就解约了，这是何塞心中的痛，他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。但他跟我提了，他告诉我说他特别看不起千度，千度已经用这样的方法消灭过很多竞争对手了。看来你确实有这么一点点的进步吧。记住，他们买光瑞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把光瑞树着高阁。很多品牌都是这么消失的。光瑞拿到几十亿，然后他的公司和品牌就不复存在了。你去找何塞干什么？问他想吃什么，我请他。那你呢？好久不见，罗宾，好久不见了。一个人啊？约的人还没到吗？你干嘛不直说光瑞来不了？我怕你接受不了。哼，我没关系啊，我就是想打一场球而已。怎么着？要不咱俩打一场？不，我不跟无赖打球。我跟你说啊，无论什么运动，球员在场上难免都会犯规，但是犯规不代表他就是无赖。那这么说，你承认你给光瑞挖坑？嗯？你的样子真的很令人生厌。令你生厌不能说令人生厌，你不代表人类。约到何塞了没有？没有，他手机关机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到哪里能找到何塞？请给我一个位置。风景不错啊，你为什么不去上班呢？如果我去上班，你在这儿见到的就不是我了。你到底想干嘛呀？我要离开全景。顾姐给了我更好的条件。不会的，我知道你在赌气。不，我这是经过了深思熟虑。你好好的，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我没时间，我也不想谈。唉，你就是走，也不能现在走。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。站住！站住！